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1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缅甸政变考验中美两国地缘政治战略我们先讲缅甸政变缅甸政变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政变，我们讨论一下。另外一个就讲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对中国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两国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怎样的场景，好吧？我们先来讲新闻本身缅甸原本是2月1号召开新一届国会的首次会议，结果这件事情还没有开始清晨时分那么发生了一个政变。缅甸军方发动政变那么多名国会议员和地方官员早上就被军方上门拘捕然后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表示那么国务资政昂山素姬、总统温敏等政府高层清晨被军方扣留，昂山素姬被软禁在家那这是基本上的情况军方表示这次行动是回应去年11月的大选出现的严重舞弊并宣布根据宪法实施为期1年的紧急状态这个有一些人想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结果在缅甸发生了军方的电视台报道说总统府把国家权力移交给国防军总司令敏扬莱那么在首都内比都和主要的城市仰光大批军人进驻政府建筑物那么当地政府办公室外面有大批士兵部署虽然全国民主联盟号召民众上街抗议，但是仰光暂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全国银行周一暂停服务，仰光部分银行柜员机排队很长，然后你可以看到还有一些粮食商店也有很多人在那抢购粮食那么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去年举行的大选中获得83%的国会议席有足够的席位组建政府。那么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和发展党只获得了83席那么军方上一个星期举行记者招待会指控选举出现严重的舞弊，但是没有提出证据那么现在看看外界的反应那么联合国安理会明天将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缅甸局势，这个会议闭门举行，然后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会议将听取联合国缅甸特使瑞士人布尔根纳有关缅甸局势的最新报告那么联合国发言人就这次会议表示，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就缅甸局势发出统一的声音，并表示担心当地几十万罗兴亚穆斯林的情况会恶化。美国总统拜登批评缅甸军方夺权是对国家迈向民主与法治的直接攻击。拜登说在民主国家，武力绝不能够推翻人民意愿，抹去可信的选举结果。拜登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过去10年由于缅甸的民主进程取消了对当地的制裁，但现在的情况在改变，美国将立即检视制裁法律和权利，并采取适当的行动那么英国缅甸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外交部星期一传召缅甸驻伦敦大使，强调英方将会与盟友透过外交手段确保缅甸恢复民主。英国首相约翰逊谴责缅甸军方的行为，要求释放被扣押的人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一通过发言人强烈谴责缅甸新议会开幕前拘留国务资政昂山素姬、温敏总统和其他政治领导人。他对宣布
所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移交给军方表示严重关切。他表示，这次事态发展是对缅甸民主改革的严重打击。然后是这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尔莱释放这个被扣留的至少45名人士啊，那他们掌握的情况还是比较完整。他发表声明说，我要提醒军事领导阶层，缅甸必须遵守国际人权法律的规定，包括尊重和平集会权利，并避免动用非必要或过当的武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他说，中国是缅甸的友好邻邦，希望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今年是中缅建交70周年，那么习近平是去年访问缅甸，去年1月17号，然后今年1月的上旬，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了缅甸。那么对中国来说，缅甸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非常关键的一个据点啊。那么所以你可以看中国外交部发言非常谨慎啊。那么中国在缅甸有几个项目啊，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啊，中国对缅甸对中国有多么重要。第一个，耗资13亿，在西部的若开邦新建一个深水港，那么并在当地新建一个庞大的工业区啊，这是第一个项目啊。第二个，在若开邦深水港修一条2000公里的铁路，到哪？到云南昆明啊，那和中缅油气管线基本平行啊。那么这是第二个项目。第三个项目，那么这条铁路修成之后，就形成一个贯穿整个缅甸的中国的西南通往这个印度洋的经济走廊。那么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因为如果这条线修成之后，中国就完美的避过了什么呢？避过了马六甲海峡啊，所以这是一个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具有战略地位的项目啊。那么你要知道，马六甲海峡那一片海域对中国来说那是危机四伏啊。那么第四，2009年还签署了一个36亿美元的这个水利项目，在克钦邦的密松啊。那基本上有四个这样的项目啊，这个项目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啊。那么但是呢，这几个项目呢，其实进展也不顺利啊。第一个水利项目，因为会淹没大面积的土地，并对洛伊瓦迪河将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所以当地人反对啊，这个项目就停掉了啊。第二个就是若开邦就是缅军和罗兴亚人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那么这一带地区呢，其实持续的不稳定，所以对中国的这些项目呢的推进产生巨大的影响啊。那么所以中国在缅甸进行的这一系列的进展并不是很大。那我们就来讲讲为什么缅甸会发动政变啊？这里面跟什么有关系？你可以看一下啊，军方在发动政变之后，他一直在讲，他说他是根据宪法实施紧急状态啊。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政变？那就要从那个2008年的宪法说起。2008年，缅甸制定了一个新的宪法。缅甸从1962年开始实行是军政府统治啊。那么由于人权问题被美国制裁啊。美国制裁之后呢，缅甸的经济非常的差啊。那么经济环境非常的恶劣，然后老百姓民不聊生啊，这个呼声很强烈。然后双方就开始讨论怎么办。那为了缓解这个压力，这个政治压力，2008年缅甸军政府就决定呢，就是
用民主进程换取美国取消这个制裁啊。那么当然，这你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所有的你可以看到很多国家的这个进步都是靠美国的压力形成的啊。那么最后他们就2008年缅甸军政府公布了一个2008宪法啊。那么宪法在5月10号公民投票付诸表决啊。那么就是这个宪法一直实施到现在啊。那么根据这个宪法呢，缅甸联邦议会是立法机关，那么有两院制啊，两院制议会，一个叫人民议会，一个叫国民大会。人民议会有440席啊，那么国民大会224席。这个宪法还规定，这个就是军队的代表在人民议会当中占有110席，那么在国民议会中占有56席。也就是说，在军队的代表在国会当中占有25%的席位，就是等于承认他具有一个在缅甸政治中的这种优先的地位啊，这是一个。然后去年大选，全国民主联盟就是杨山素姬领导的这个政党啊，全国民主联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有多大的胜利呢？他取得了83%的这个选票啊，席位啊。那么这是一切开始的关键啊。那么缅甸这个军方呢，缅甸的政局其实核心是什么？缅甸的政局核心就是政府和军队的关系啊。政府没有控制军队，军队自成一派啊。那么以前他是军政府。那么现在军队把这个权力交出来，但是交出来呢，其实他还有很大的权力，因为他25%的这个席位在那里面，然后他还支持一个自己的政党，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自己政党也能执政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来了，这个民盟就是全国民主联盟，民盟一下子取得了83%的席位。那么83%的席位呢？在过去10年呢，军方觉得还行啊。过去10年，因为他的利益得到了一个保证啊，这个整个的缅甸的政治已经达到了军方可以认可、可以接受的一个状态。可是当这个民盟获得83%的这个席位的时候，军方就觉得危险了。为什么？因为军方知道一点。就是民盟的主要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就是修宪啊，就是要修宪。为什么要修宪？就是修改2008年的宪法，因为2008年宪法里面有25%的军人的这个军方代表的席位，他就想修宪，把这25%的席位给取消掉，实现全民这个一人一票，所有的席位全部由人民投票选举。所以呢，那原来民盟呢没有取得那么多的席位，他没有办法跨过这个门槛，就是修宪的门槛。现在他一口气得了83%的是这个选票，他这个就过了这个修宪的门槛。这个民盟一过了修宪的门槛，这军方就害怕。军方怎么样？一害怕怎么办？去年选举结束之后啊，那么军方在11月底就开始提出选举有舞弊，就一口气就提出来。那么从选举结束一直到这个政变这期间，这不到3个月的期间，军方一共提出了20多起选举有舞弊的这种现象啊，说这个现象。那么民盟执政啊，现在是民盟执政，民盟政府和联邦选举委员会给军方的回应是：我们有这个国际观察员，我们也有大选的程序，我们没有发现有选举舞弊的现象。哎，是不是很耳熟啊？是不是很耳熟啊？那么军方呢就觉得这麻烦了，这怎么办？你想一下啊，军方就觉得，我现在说
选举舞弊，你2句话就把我给打发了。好了，如果万一你继续执政啊，他马上要执政啊，因为他已经获得83%的选票。那如果你提出修宪，那么我又反对的话，你肯定也不理我。不理我的话，你已经过了这个修宪的门槛，那我就没办法了。那么一旦修宪成功，那缅甸军方在这个国家政治中的地位，那不是一般的下落，那直接就一落千丈，那是另外一个模样啊。那么所以实际上过去3个月的时间，这个缅甸军方对这个国内的这些国内政治这个权力的安排呢，一直是不满意，所以他提出要求民盟做出一定的妥协，意思就是这个我们是不是商量商量，关于修宪这个事儿得谈谈。民盟就不理他，民盟意思就是我已经拿到了席位，我已经拿到了选票，选举已经结束，你说的这个选举没有舞弊啊，那没有舞弊的话，那就应该承认这个政治现实，于是就发生了政变。那么这是一个啊，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缅甸军方说他们是按照宪法的要求来的，我们是为了保护宪法，因为你这个选举舞弊啊，那么所以我要纠正这个进程。那么这到底是政变还是政治进程？虽然缅甸军方在2月1号晚上做出了一系列的声明啊，意思就是我做这个行动是为了保护宪法啊，由这个军方的副总统、代总统所有权力转为军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对选举有意见，你都应该怎么样？政治解决。你直接把别人那个民选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民选的政治领导人和这个政党的领导人给抓起来，还关闭了全国的通讯啊，那这明显是军事政变啊，这不是政治解决，这就是政变，不是政治解决啊。那么这是一个。那么这件事情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我们刚才讲，中国在缅甸有巨大的利益，两个巨大的利益。第一个巨大利益，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其实缅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在整个的一带一路的这个它是一个关键节点，这是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西南的出口。中国西南的出口全指的缅甸啊，所以对中国来说，缅甸有巨大的战略利益。那么缅甸发生一个这样的事情，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冲击啊。所以你可以看啊，王毅今年1月份访问缅甸，敏昂莱就是军方首领啊，他跟王毅提到说他跟王毅抱怨去年美国这个缅甸大选有不满意啊。那么王毅说了一句话，这话可圈可点。王毅这么说，他说缅甸的军队在缅甸的政治生活中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做出积极的贡献。这话怎么听怎么都可以啊，就是有点，你从正面的理解也行，你从反面的理解也行。正面的理解呢，就是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嘛。你认为他这个舞弊，那你应该怎么发挥它的作用啊？这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反过来理解。那你要这个顾大局，这个保护缅甸的民主进程，你都可以讲啊。这话说的有深意啊，有深意。那么当然中国跟缅甸关系一直很好啊。缅甸军政府时候，中国曾经在2007年啊，用这个行使安理会否决权，否决了一个联合国这个关于缅甸的提案啊，他保护过缅甸的军政府啊。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军政府持续的话，对中国来说，有压力啊，有压力。因为你想一下，如果军政府被联合国制裁，或者被其他西方国家制裁，军政府又持续下去的话，对中国来说很难办。一方面，他要跟军政府搞关系，因为他也具有战略利益在里面。如果要搞关系的话，意味着军政府一定会要求你保护我。保护我的话，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如果对缅甸采取一些行动，那么中国怎么办？中国如果是站在对立面上，正好西方国家建立另外一个联合战线，所以对中国来说，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难办的事情啊，是个很难办的事情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对于美国来说，对美国来说，当然对中国会面临一些压力，特别是政治上的压力。当然，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美国有了一个新的政府，拜登政府。那么缅甸这个事件对于美国拜登政府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啊。第一个，拜登政府不是说这个要重返国际舞台吗？要和盟友合作吗？缅甸的政变正好提供了一个什么？提供了一个美国开始重返国际政治舞台的一个契机啊！你之前拜登一直在重点在国内政治啊，这个没有错。突然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国际事件，美国能不能回避呢？你没办法回避了啊！所以提供了一个契机，重返国际政治舞台的契机，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件事情正好什么呢？正好是违背了美国坚持的普世价值观体系啊！你本来应该是缅甸用取消这个制裁换取什么？换取民主进程。你现在军政府搞政变，终止了这个民主进程啊，又回到军政府时代，那这违背美国的价值观啊。那么美国正好可以以这个为契机，重新和西方其他盟友协调立场，说而且这件事情还真的是瞌睡碰的枕头，正好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的邻国，又是一个这样关键的叫什么印太地区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观察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拜登政府说他要重返国际政治舞台，发挥美国的影响力，重建和盟友的关系。缅甸正好是一个试金石，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试金石来看拜登政府在这种地缘政治事件当中，他到底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他到底有多大的硬度，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这是第一个。其实现在一切刚刚发生，所以我们要继续观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美两国在缅甸这件事情上毫无疑问将会面临新的一场针锋相对。为什么？美国在缅甸没有政治利益啊，而中国在缅甸有巨大的政治利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所以中国毫无疑问会站在哪里？一定会站在就是当局啊。中国的特点是什么？中国只要另外一个国家发生类似这种事情，中国通常不选边站啊，不选边站，往中间说啊，因为不知道哪边会最终赢啊，不选边站啊。你可以看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讲的都是希望你们在这个宪法框架内解决问题等等啊，都是往中间讲。但是你可以看，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啊，除非联合国和西方国家迅速采取行动改变这个局面，如果西方国家只是还是拿着这个喇叭在那喊的话呢，那军政府执政就变成了一个现实。
当军政府执政变成一个现实之后，那么中国就没有疑问，一定会站在他这边。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再重新又要恢复跟缅甸军政府的关系，但他们有传统的关系，这个不困难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到两个阵营又形成了啊，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大体上的一个这样的发展啊，大体上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啊。我觉得缅甸这件事情，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观察两个国家，一个就是中国，一个就是美国，特别是拜登政府。拜登政府在这件事情上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要好好的观察一下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好，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另外也请就是东南亚的一些网友啊，可以给我们一些你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好吗？OK。Paul 孙明谢 Paul 孙，谢谢HJ1985一杯咖啡，谢谢。您 block 我的推应该是误操作，忘解封已经解封了啊。情况，靠近中国边境的缅甸区域有几个被称为特区的地方，实质是由中共暗中支持的军政府，也是被称为人民军。缅甸内战不断，就是缅甸政府军和特区人民军的武装冲突那缅甸的故事就多了多了。大家知道中国跟缅甸最大的关系是什么中国跟缅甸最大的关系就是翡翠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出产翡翠，就是缅甸缅甸是唯一一个这个地球上唯一一个出产翡翠的产地那么中国所有的翡翠都来自缅甸。谁跟缅甸的关系最深？大家知道吗？温家宝温家宝。为什么？温家宝他太太是做翡翠生意的所以他跟缅甸的关系最深缅甸要是没有翡翠的话，那可能会更穷很多了，缅甸那就故事就很多了观点，这次政变将会考验拜登政府，武力干预显然是下策。首先结果不好预测，其次是川普4年没打仗，拜登上台就开战，不利于国内舆论。如果要和平解决这次政变，考虑到 CCP 政府对缅甸的影响力，拜登很可能需要和 CCP 合作，这将成为习跟拜进行谈判的筹码之一。我认为这次政变 CCP 有可能是背后推手，时间点也是经过考虑。拜登要重返国际舞台，这次政变就不能置之不理。如果是川普，很可能就是谴责加经济制裁，而且不会深度干预。观点，昂山素姬搞的是垂帘听政，就像西太后一样，是对民主的破坏。观点，缅甸政变事件也给中国一个机遇，虽然缅甸军方和中国关系并不友好，中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与美国和西方合作，重修双边关系。很好的观点观点，王老师的直播相比其他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客观，没有标题党，没有噱头，没有捕风捉影，只有纯粹的分析、点评、公开信息。OK， 这里面我有2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这件事情对中国肯定是有巨大的冲击说是中国的机遇，我不同意，因为中国在缅甸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也投入了很多的资源，也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里面，在这个项目，在缅甸这件事上，你突然是发生一次这个政变，
影响很大，就很多事情就很多故事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对中国是机遇，我不同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是背后的推手，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推手，这个我没有证据，我没办法评论啊。第三个就是中国会不会跟西方国家联手？我觉得不会。为什么？你记住，永远都是这样，中国永远是站在价值观的另外一边啊。你可以看无数的例子都知道啊。中国会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和西方合作呢？不会的啊，一定不会的。影响太大啊，对中国影响太大，我觉得不大可能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拜登习跟拜登的谈判筹码，打仗这么快就打仗吗？这现在谈不到打仗吧？我们太轻率的谈打仗，肯定作为一个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领袖，不能轻言战争。首先是政治解决，政治解决在没有可能的情况下才有战争。你现在这刚发表2个声明，你就谈战争，我觉得有点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至少要制裁一段时间，再谈讨论战争的问题吧。因为你其他的手段，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外交手段，有很多的手段，战争肯定是最后的手段，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讨论战争的问题啊。他会成为习近平的筹码吗？习近平拿它交换什么呢？我不同意情况，中共跟缅甸最大的交易就是无偿奉送缅甸27000平方公里的国土江心坡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提问，想问一个跟今天主题没有关系的问题。最近刚刚知道，不仅购汇、结汇也有每人5万的限额，有点想不明白。限制购汇可以控制资金外逃，但限制结汇的主要意图是什么？限制结汇，我也第一次听说，什么时候有？我没有听说过有这个限额，新开始的吗？我没有听说过结汇还有限额我查一下再来说，好吧？情况：中国目前10大房企，华夏幸福负债4100多亿人民币，其中短债达到940亿。昨天2月1号，华夏幸福52亿债务违约，这个已经知道了。观点：王先生提到中国国家特征不明显，其实早在列宁当年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就提到了，是有意为之。布尔什维克执政的国家其实是一个半国家 （semi-state）， 通俗的说就是国家整体。国家整体就是先锋队列宁党的一个大号白手套。共产党依靠的是没有任何宪政约束的绝对暴力，执行一种近似恐怖主义的所谓政权，对人民和社会的吸取和控制能力远超历史上产生过的一切政权。极权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苏联建立之后才被定义。非常好，谢谢。提问：中国各地新生儿再创新低，王老师可以做一期新生出生率和劳动力短缺及影响的专题吗？我们好像做过吧，我们曾经做过人口的问题人口问题影响很大中国在按照易富贤的说法，2018年开始人口开始进入下跌周期那么我相信我们要看一下新的人口普查的结果怎么样情绪，老师可否开几期节目针对中老年进行常识普及？家里老人在海外已经对中国现状有所反思，
但思维方式总是固化，关键是基础常识缺乏，需要补课，那就没办法补吧，在节目里面进行补课，有点困难。我觉得可以让他看一些更多的媒体吧，我觉得看一些正常的媒体报道的正常的新闻，这样子才行，慢慢来，这个不能着急。说我开几堂课就能搞定，那搞不定，需要什么？这需要这其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他首先要解决什么？解决信息的来源啊，信息的来源持续的给他一些正常的新闻信息，获得的正常的信息啊，以这个为基础，慢慢的，信息本身就是价值观啊。提问：为什么中国房价达到如此高位还如此稳定？你觉得房价会崩盘吗？还是封杀流动性，让房价悬在那里？崩盘怎么说呢？崩盘是个结果。那在不稳定之前都是稳定的，或者是在稳定之前都是不稳定的。你永远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经常讲，大家知道华尔街每天会出现上百份对经济的分析和预测每天都会有上百份，各大投资银行、各大证券公司都会出各种各样的经济分析和经济预测。其中有一种预测我们叫末日理论，就是永远都有人在预测美国经济将会崩溃。为什么？因为美国经济有1、2、3、4、5、6、7、8、9、10这个问题，那么然后这些问题最终会导致美国经济崩溃。你去华尔街收集一下你去华尔街就业内的人，你去收集一下，你每年都会收集到很多这种末日预测，那么一直都是不对的。这个因为一直都没有崩溃那突然发生一起什么次贷危机那么次贷危机造就了一批什么呢？造就了一批次贷危机之前分析预测美国经济将会崩溃的这种末日专家。那么有一些人就出名了，这个人你看拿出一份研究报告，你看在次贷危机发生前3个月，他出了一份这样的报告，说次贷危机会导致美国金融崩溃，果然崩溃了，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同样的道理，大家知道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场景，这场景是什么呢？这场景就是一条河在平静的流淌，两边的堤坝稳如泰山，在这个惊天崩地的这个一声巨响之前，这条河流都是正常的无数的人讲这条河流这个地方是豆腐渣工程，这个地方有蚂蚁，这个地方有什么，但是仍然这条河流仍然在平静的往前流淌。突然有一天溃堤了，这个河水一泻千里，把这个下方的这个下游的这个城市给冲毁了。但是在此之前，所有的预测都是错误的，对吗？我们的经济的分析和经济的预测永远面临一个这样的局面，就是当事情发生之前，所有的分析和预测都是错误的，只有等事情发生之后，这些分析和预测才被证明。所以你可以讲，我们现在讲中国的房价是什么？中国的房价就像一个黄河在下游，在山东，在河南一带的黄河，这叫什么？叫地上河地上河，这房价非常的高，但它仍然没有溃堤，但是它有很多出现危机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导致这个堤坝崩溃，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不是算命先生，我只是告诉你这里面有若干个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什么时候发生我不清楚，好吗？OK。情况购汇结汇一直有5万限额，限制结汇是多年前的规定，那个时候人民币在升值，热钱想进来，现在形势变了，但原来的规定并没有取消。 OK， 我是第一次听说我是第一次听说。情绪，说一个和今天主题无关的话题，很痛苦。自从知道中共的真实面目，就特别想逃离。孩子已经被洗脑，每天唱红歌，说红色故事。儿子回来说，妈妈，我觉得他们都很假，想逃离又没有能力和条件逃离。老公说，既然不能离开，就闭着眼睛过日子，不然在这里你们就活不下去。我想这是中国老百姓大多数的心态，但为了孩子，我很想离开。你知道美国有多少福建人？跟我们不说别的地方，我们就福建人、广东人，在美国最多就是福建人跟广东人福建人是福清人最多，广东人是新会这个叫什么那个，他们很多人也没有读过书，也没有什么钱，但是他们仍然去到了美国所以事在人为。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受，那你就离，不一定要去美国，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去所以这不是一个离开，不是一个选择，不仅仅是一个选择。离开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你的取向，你的价值取向，就是说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自己要搞清楚。如果你现在生活的地方没有办法完成你想要的生活，那你只能换一个地方，没有别的办法，是吗？你说呢？观点，再腐败的民主政府也不能通过军事政变来改变，只要军事政变就是独裁。腐败的民主政府sorry 对不起，我没有意见，这是个非常庞大的题目观点，从人文和心理角度分析，一个国家如果由富二代、官二代掌权，百姓就会受苦难，原因是他们从小生活的环境和条件造成。富二代、官二代从小生活在富裕、什么都有的环境中，从来没有体会过百姓的感受和挫折，养成的性格是好高骛远、刚愎自用、独来独往、眼高手低。那皇帝怎么办？皇帝那不是更？但是中国历史上还是有一些好皇帝的问题我也同意楼上人口问题可以再做一次已经有部分地区出来生育数据竟然有-10%到-30%，生育率的问题面临爆发的边缘，是否可能成为未来几年比房地产负债更大的灰犀牛？这个我觉得易富贤先生已经做过一些预测的了这些我再看一下这数据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再找易先生聊聊好不好？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